10月份天寒地冻，家住深山47岁的赵勋打算去山中弄点野味。半个小时之后，赵勋已经来到了深处。就在此时，走在前方的大黑突然汪汪叫了起来。追了约莫10来分钟，赵勋就看到不远处趴着一只灰色的大野兔，随即对大黑挥了下手。几分钟之后，大黑回来了，嘴里还叼着不断挣扎的野兔。大黑干得不错。赵勋摸着大黑的脑袋，然后接过了野兔，分量还不小。掂量了下野兔，赵勋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回去的时候，享受大自然的赵勋突然听到了大黑的低吼声，呜呜声中充满了忌惮和警惕，似乎遇到了什么东西。很快，赵勋就看到了做出捕食的动作的大黑。此时的他浑身毛发炸起，死死盯着一处地方。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野兽没见过，不知道我在怕什么。真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可是当赵勋走近时，笑不出来了，直接吓了一个激灵。只见一只老虎幼崽趴在雪中嗷呜叫唤。嗅到老虎气味的大黑直接夹起了尾巴，想马上掉头逃窜。可护主的本能还是让他停了下来，浑身颤抖地挡在赵勋身前。这里怎么会出现老虎？赵勋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这里出现老虎幼崽，成年老虎可能也在附近。短短不到1分钟，赵勋就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遇到成年老虎，恐怕10个他和大黑夜的交代在这。至于老虎幼崽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赵勋顾不上去思考，他只赶快离开这地方。有点不对，刚刚转身，赵勋突然察觉到有那么一丝不对劲。他发现这只老虎幼崽似乎刚出生不久，爬行都还不利索，看样子是还没过哺乳期。母虎怎么会把它带到这里呢？难道被大虎抛弃了？赵勋对老虎习性多少有些了解。一般情况，老虎不会抛弃幼崽，但也有特殊情况出现。赵勋猜测，这只小老虎极有可能遭到了抛弃。看着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小老虎，赵勋打算将其带回去。回到家之后，妻子罗梅惊讶地问道：“你是闲活得太久，居然弄头老虎回来？”赵勋一五一十将事情和猜测讲述了一遍。罗梅听后恍然，好奇地打量起小老虎，这小家伙还挺可怜。夫妻俩商量后，就打算暂时收留下这个小老虎。罗梅将奶瓶放到小老虎嘴边，小家伙立马熟练地吃了起来。喝了3瓶羊奶后，小老虎才停下来，还满意地打了一个饱嗝。吃饱喝足的小老虎活泼了很多了，在屋里跑来跑去。看着活泼的小老虎，赵勋打算先给其搭个窝，位置就在自己睡觉的屋内。他本打算让小老虎和大黑住一起，但他发现大黑一见小老虎龇牙咧嘴的样子，就直接放弃了。在赵勋忙着搭窝的时候，小老虎盯着他的脚后跟，虎脑晃来晃去，做出扑咬的姿势。1个多月过去了，小老虎长大了很多，也越来越调皮，看到什么都想咬。家里的木制品基本没有完好的存在。11月份中旬，其儿子赵杰带着儿媳、孙子回来了。孙子赵乐乐一进门就被小老虎吸引了，说着就跑过去要抱着。见陌生人朝自己跑来，小老虎顿时开始龇牙咧嘴，似乎在警告对方，这里是他的地盘。看着做出攻击动作的小老虎，赵勋连忙将其抱起来安抚。大孙子，这不是猫咪，
这是老虎。老虎？赵乐乐露出好奇的表情，赵杰也是凑了过来，盯着小老虎瞅了半天，大惊失色道：“爸，你怎么弄只老虎在家？多危险啊！”吼什么？赵勋白了儿子一眼。爷爷赵乐乐也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这真的是小老虎？对呀，可爱吧？面对孙子赵勋一脸慈祥，赵乐乐点点头：“我可以摸一下吗？”“当然可以了。”赵勋说着，将小老虎递了过去。赵乐乐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赵杰本想阻拦，可下一秒他瞪大了眼睛，刚才还龇牙的小老虎此时在自己父亲的安抚着无比温顺。赵勋也开始讲述起和小老虎相遇的经历，赵杰一家听得啧啧称奇。但赵杰还是觉得有些不妥，打算找父亲好好谈一谈。他才这么小，能有啥安全隐患？我养了这么久，不比你了解。看着讲大道理的儿子，赵勋吹胡子瞪眼。赵杰无奈地说道：“爸，你知道私自饲养老虎是违法行为呀。”赵勋不说了，沉默了一会儿后道：“我只是为了救他，现在把他这么小放回森林，肯定活不成。爸，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私自养老虎就是犯法。”赵杰耐心地解释道：“而且我也没说把它放回森林，可以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啊。”其实赵勋明白这些，起初他也有这个打算，可是时间一长，他就舍不得了，就打算将小老虎养大送回大自然。赵杰没有再说话，他知道父亲舍不得，需要时间去考虑。儿子一家离开后，赵勋也将儿子的话听在了心里，所以打算训练这只小老虎。思量后，赵勋打算先从捕食教起。一开始的时候，赵勋先是从农贸市场买来活鸡放在院中，让小老虎自己抓。起初小老虎只会追着到处跑，甚至还会被鸡耍得团团转。可毕竟是猛兽，几天之后，小老虎越来越熟练，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全掌握了捕捉技巧。有时候鸡刚落地，小老虎直接一口咬住其脖子，拖到一边吃了起来。之后，赵勋开始用更加灵活的野鸡还训练，待小老虎适应之后，就带着其进山捕食了。1年过去了，小老虎已经完全掌握了在森林中生存的技巧。一天，赵勋站在森林外围，背着手看着里面。片刻后，虎啸声响起，小老虎矫健的身形出现，嘴里叼着一个野物。看着已有山中之王气势的小老虎，赵旭脸上挂满了笑容，但紧接有愁容浮现，因为小老虎要回归大自然了。几天之后的早上，来到山中，赵勋还是指使小老虎独自去山中捕猎。等小老虎消失后，他转身离开了。当天晚上，门外传来了小老虎的哀嚎声。罗梅想要出去，但被赵勋拦了下来。直到半夜，小老虎的哀呜声才停下，赵勋2口子却也无法入眠。第2天早上，当赵勋2口起床打开门时，就看到了趴在门口熟睡的小老虎。小老虎见到赵勋2口子，兴奋地叫着。赵勋咬咬牙，穿上外套就朝着森林方向走去。要不就将他留下吧。面对妻子的不舍，赵勋没有理会，态度很是坚决。送走，自己跑回来，再送走，自己又回来，最后都不知道多少次了，赵勋都有妈了。可小老虎不管被抛弃多少次，
只要到晚上就会回来。这里是他的家，不让进就睡门口。可赵勋态度坚决，小老虎属于大自然，不属于他，应该回归自己的地方。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赵勋做出了一个决定，打算去儿子家待上一段日子。也许小老虎长时间见不到就会忘记了。10天之后，赵杰开着车回来了。真的要走吗？罗梅一边往车里帮东西，一边看着在他身边嬉闹的小老虎，他有些不舍。废话那么多，赶紧上车！吼了一声，赵勋重重关上了车门。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小老虎变得急躁起来，不断地用爪子挠着车门，急吼吼地叫着：“哎，爸！我们就这么走吗？”赵杰也是轻叹了一声，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赵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汽车发动后缓缓向前发动，小老虎愣在了原地，嘴里发出可怜的哀呜声。他坐在地上，歪着脑袋看着远处的汽车，犹豫几秒后追了上去。车子里气氛有些冷，罗梅已经泣不成声，赵勋也闭着眼睛不说话。可3人都没发现，小老虎一直在后面跟着。在路过一个服务区时，赵杰打算再次休息一会儿，赵勋2口子也下车放风。10几分钟之后，就在3人打算继续赶路时，突然听到有人说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只老虎。赵勋2口子对视了一眼，连忙过去查看，发现有只小老虎正在高速路上发出无助的叫声。它跟丢了，找不到主人了。看到这个场景，罗梅彻底崩溃：“不走了，我不走了，要走你们走，我反正不走了。”赵勋虽然没说话，但动作一点也不比罗梅慢，朝着小老虎跑去。要知道，此时距离他们离开家已经有4个多小时了，也就是说，小老虎一直跟了小半天。此时，小老虎也看到了赵勋2口子，兴奋地跑了过来。从古至今，分别一字都是悲伤的存在。不光人类，冰冷的喜马拉雅山脉上，寂静被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打破了。一声微弱而绝望的呜咽划破了清冷的空气。这种刺耳的悲鸣与恐惧的声音，与他之前遇到的任何情况都不同。阿尔军停下脚步，扫描地平线，眯起眼睛，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哭声似乎来自附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急促。阿尔军心想，这不可能。阿尔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长期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雪之中，他对这片荒野了如指掌，尊重自然的规则。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为了娱乐而打猎，只在必要时才打猎，确保从不打扰森林的平衡。他的家是一个坐落在巨大的松树和冰冷溪流之间的小村庄，大家彼此都很熟悉，那里生活宁静，紧密连接于自然。那天，阿尔军决定去邻村取一些补给。在冬天，流经2个村庄之间的河流结冰，人们通常会穿过冰面，而不是绕长路。阿尔军选择走过河流的捷径，熟练地踩在冰面上，寒冷的空气充满了他的肺部，冰冷而刺骨，但他已经习惯了。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跟随前人的脚印。清晨的蓝天和靴子下雪地的宁静嘎吱声让他感到放松。当他走过时，他注意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冰面上的一个小异常，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干扰。河流边缘有一个小黑点。出于好奇，阿尔军走近了去看那是什么。那是一只小老虎，孤零零地挣扎着。小虎崽被困在冰面上的一个小裂缝里，
颤抖着，显得非常害怕。他的眼神与阿尔军的对视，充满了恐惧和求助的神情。他的条纹被寒冷模糊了，呜咽声几乎被呼啸的风声淹没。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阿尔军作为猎人的本能从捕食者转变为保护者。他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今天不是普通的一天，也不是普通的狩猎日。今天他是小虎仔唯一的希望。毫不犹豫的，他决定帮助这只小动物。这次本来简单的邻村之行变成了营救行动。当阿尔军靠近那只受惊的小虎仔时，他看到它正处于困境中。小虎仔半身浸泡在冰冷的水中，被锋利的冰块困住了。它可能滑入了裂缝中，无法脱身。阿尔军知道，在冷水中的每一秒，对这只虚弱而恐惧的小虎仔都是危险的。阿尔军小心地放下背包，拿出一条厚厚的毯子。他低声安抚着小虎仔，慢慢靠近。冰面在他们的重量下发出滋滋的声音，提醒着人和兽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伸手到小虎仔身边，用手套轻轻地打破它周围的冰块。小虎仔微微颤抖，但由于虚弱，无法反抗或逃跑。阿尔军用温柔的手将小虎仔从冰冷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并迅速用毯子将它包裹起来以保暖。小虎仔很小，可能在一夜大雪中与母亲走散。阿尔军将小虎仔抱在怀里，试图用体温温暖它。他慢慢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冰面上滑倒。小虎仔的眼睛闭上了，他似乎在阿尔军的怀抱中放松了一些。他转回了来时的路，知道自己需要快速将小虎仔带到一个温暖的地方。猎人计划中的邻村之行被完全抛在了脑后，此时救助这只小虎仔才是最重要的。旅程十分艰难，雪似乎粘在了他的靴子上，使得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加沉重。阿尔军调整了一下毯子，确保小虎仔完全挡住了寒冷的风。他时不时地低头查看，确保小虎仔仍在呼吸，未被寒冷压倒。回家的路通常是阿尔军孤独生活中的一种安慰，但此刻却像是一条无尽的白色迷宫。每个标志都被越来越厚的雪覆盖，让熟悉的转弯变得陌生。小虎仔的额外重量和它生存的紧迫性让阿尔军无法保持平时的步伐。他调整了一下手握的姿势，确保小虎仔既安全又不受刺骨的寒风侵袭。他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了小团雾气，混合着粘在他胡须上的细雪。走路时，阿尔军思考着如何在到达小屋后最好地照顾这只小虎仔。他了解一些动物知识，但小虎仔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是一种脆弱而稀有的生物，生存需要的不仅仅是温暖。当他绕过一处狭窄的弯道时，周围高耸的雪松沉重的几乎遮住了视线。阿尔军的心沉了下来，前方挡住路的是一个人影，维克拉姆，来自邻村，以其无情的狩猎行为而闻名。维克拉姆的目光并没有对准阿尔军，但他那双贪婪的眼睛却紧盯着他怀里的小包裹。阿尔军，你那里是什么？维克拉姆的声音中带着好奇和贪婪。他走近了几步，雪在他靴下发出令人不安的滋滋声。他自信地把手搭在腰间的猎刀上。阿尔军的保护本能涌现，他只是把生病的动物带到温暖的地方。他尽量保持语气平稳，掩饰任务的紧迫性。维克拉姆冷笑了一声，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可见。那可不是普通的动物。阿尔军，我们都知道，我从昨晚的风暴中把那只小虎仔从他的母亲那里分开后，一直在追踪他，以为已经失踪了。没想到你现在竟然救了我麻烦，把他交出来。
阿尔军坚定地站着，摆出要保护小虎仔的姿势。这只小虎仔在我的保护下，他的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你知道，我不会犹豫去保护他，不要让我做出我们都后悔的事。意识到阿尔军不仅坚定不移，还准备为此而战，维克拉姆重新评估了在这样一个远离帮助或安全逃生的偏远地点升级到暴力对抗的风险太大。在一阵紧张的沉默后，维克拉姆让开了路，愤怒显而易见。但生存本能占了上风，他知道自己绝对无法和阿尔军对抗。维克拉姆向猎人投以愤恨的目光，明显感到失败，转身离去。阿尔军没有逗留，加快了脚步。他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解除，但也没有必要等维克拉姆改变主意。终于，经过了似乎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的木屋轮廓在旋转的雪花中渐渐显现。阿尔军感到一阵释然。当他踏上熟悉的木质门廊时，轻微地松了一口气。小虎仔在他的怀里微微动了一下，仿佛感受到附近的温暖。阿尔军用肩膀推开了木屋的门，走进温暖的屋内。他把小虎仔放在靠近壁炉的地方，那里的火光依旧能提供一些温暖。他迅速添加了几根木柴，将火焰重新唤醒，填满了房间，照亮了整个空间。一旦进入小屋，阿尔军迅速开始为小虎仔创造一个温暖安全的环境。小屋通常只是他避风的栖身之地，但现在却成为了这个小小脆弱生命的避难所。他把小虎仔放在厚厚的毯子上，靠近噼啪作响的壁炉，确保他远离火焰的危险，但又能享受到温暖。然后阿尔军拿出一小盒医疗用品，包括消毒剂、绷带和一瓶生理盐水。他小心地清理了幼虎因冰雪而受的伤口，并用干净的绷带包扎了他腿上的一个特别深的伤口。他知道幼虎肯定脱水又饥饿，于是他在旧炉子上加热了一些牛奶，并加入了一点蜂蜜。记得以前处理受伤动物时这样做有效。他用柔软的布轻轻擦拭幼虎的脸，清除冰冷河水的残留物，然后用一个小喂食注射器给它喂温牛奶混合液。幼虎起初有些犹豫，闻了闻这液体后才开始慢慢喝。随着每一口饮下去，它的力量明显在恢复。阿尔军一边喂它，一边满是担忧和欣慰地看着它。他知道最初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他保持火炉旺盛，偶尔调整幼虎身上的毛毯，以确保它整夜保持温暖。他一直守在幼虎身边，时不时喂它，时刻关注它的状况。到早晨时，幼虎似乎变得更强壮了，眼睛更加警觉，试图站立，虽然稍微摇晃。阿尔军感到了一阵希望。他用低沉安抚的语气与幼虎交谈，安慰他现在安全了。在救援后的几天里，幼虎塔拉开始恢复力量，对周围的环境充满好奇。阿尔军仔细观察他日益增强的活力，并设计了一些活动来激发他的自然行为。每个早晨，阿尔军都会引入新的活动，旨在模仿塔拉的自然行为。他用旧布料结合捆绑物制作了玩具，这些玩具模拟了小猎物的动作。他在木地板上拖拽它们，塔拉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的身体弯曲成捕猎的姿势。他越来越自信地扑向这些玩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协调。阿尔军与塔拉的互动充满了鼓励和赞扬。他轻轻拍手庆祝他成功捕捉猎物，这似乎让他非常高兴。他的耳朵在声音的刺激下竖起，经常以调皮的咆哮或快速追逐临时猎物来回应，最后以胜利的姿态扑在猎物旁边。为了加深他们的联系，
阿尔军每天带塔拉到他小屋后面森林开始的那片遮蔽区域，让他在他的注视下探索自然环境。塔拉嗅探其他动物的踪迹，他的本能被新的气味和声音刺激得更加敏锐。阿尔军紧随其后，准备在他走得太远时介入，但他发现看着他与自然栖息地联系的过程让他感到快乐。几周后，阿尔军开始注意到塔拉的表现不像往常那么活泼。有一天早晨，塔拉没有像往常一样玩耍或在小屋周围探索，而是静静地躺下了。他看起来很疲倦，甚至不想吃东西。后来一天，阿尔军听到他咳嗽，并看到他在试图走动时呼吸困难。阿尔军担心地密切关注塔拉，他发现他的每一点活动都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不断咳嗽。阿尔军在野外见过很多事物，但不确定塔拉的问题所在。他决定情况严重，需要专家的建议。通过旧无线电，阿尔军联系了住在最近镇上的兽医。他告诉医生塔拉的咳嗽和呼吸困难。医生听了之后说，这可能是某种胸部感染，这在年轻动物中很常见。他建议阿尔军保持塔拉温暖和安静，并密切观察他的状况过夜。按照医生的建议，阿尔军尽可能让小屋对塔拉保持温暖和舒适。他煮水来使小屋内的空气湿润，希望能帮助塔拉更容易呼吸。整个夜晚，阿尔军守在塔拉身边，确保他休息，并频繁检查他的呼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塔拉的情况开始稍有好转，他的呼吸没有那么沉重，咳嗽也减少了。阿尔军感到宽慰，但仍然小心地照顾他。他保持温暖，尽量让他不要过于活跃，直到他变得更强壮。在这段艰难时光中，塔拉和阿尔军的关系更加紧密。塔拉开始在感到不适时寻求阿尔军的安慰，阿尔军也对他更加保护。他温柔地和他交谈，花了很多时间坐在他身边，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一个清晨，随着塔拉的健康明显好转，阿尔军决定带他离小屋稍远一点，去附近的一片空地。这是他经常坐下来观赏日出的地方。他想塔拉可能会喜欢这个开阔的空间和新鲜的空气。塔拉慢慢地跟在他身边，虽然仍然虚弱，但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当他们到达空地时，塔拉突然停下，嗅了嗅空气，他的举止发生了变化，变得警觉和紧张。阿尔军紧密观察他，想知道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顺着他的视线转向空地边缘的浓密森林，一只雄伟的老虎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它的皮毛在晨光中闪闪发光。阿尔军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这就是塔拉的母亲。母虎站在树林边缘，眼睛锁定在塔拉身上。它看起来很小心，对阿尔军的存在感到不确定。塔拉认识到母亲的气味和身影，发出了柔和而颤抖的低吼，那更像是一种召唤，声音中充满了渴望和认出。阿尔军感到一阵情感的涌动，他知道这一刻对塔拉有多么重要。他温柔地对塔拉说：“去吧，没关系。”他退后几步，给塔拉选择的空间。塔拉心里带着犹豫却充满希望的心情，迈出小而不稳的步伐，走向他的母亲。起初重逢很小心，母虎嗅探塔拉，绕着他转，以确认他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小虎仔。然后母虎用一个柔软的碰触，阿尔军解读为接受，开始舔舐塔拉，安慰他这只受困的小虎仔。阿尔军观看着这一充满感情的重逢，感到一丝苦乐参半的喜悦。他知道塔拉正回到他属于的地方，与他的野生家庭在一起。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但看到塔拉与母亲在一起，
他感到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看到塔拉和他的母亲重新连接后，阿尔军感到幸福与悲伤交织。他在与塔拉相处的过程中已对他产生了依恋，但他知道他的归宿是在野外，与同类在一起。阿尔军静静地站着，看着塔拉在与母亲相处时变得越来越舒适。他们通过柔和的低吼和触碰交流，塔拉开始展示他顽皮的一面，就像他对阿尔军一样。看到这一幕，阿尔军意识到是时候完全退后一步了。他深吸一口气，感受到自己决定的重量，轻声对塔拉说：“你现在会没事的，女孩，这是你的家人，你的家。”尽管他知道塔拉可能听不懂这些话，但他希望他能感受到其中的关爱和爱意。阿尔军慢慢开始走回小屋，停下脚步，最后一次回望。塔拉正忙着探索他母亲周围的区域，已经适应了他的自然环境。这个景象让阿尔军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即使眼泪流下了他的脸颊。他独自返回小屋，心中沉重但充满了平静，知道自己为塔拉做了正确的事。回到小屋时，寂静的气氛显而易见。阿尔军怀念塔拉顽皮的光彩，他的顽皮举动，甚至他对关注的要求，每一个安静的瞬间都提醒着他们一起完成的成功旅程，从救援到康复，最终到重逢。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为人类玩杂耍表演节目。在大山中，很多山民遭遇过熊的祸害，许多人虽然活着，但脸被熊舔后毁容，头皮被熊啃咬后至今疤痕累累，胳膊或者腿被咬断，至今残缺。50多岁的蓝玉丈夫早亡，单身拉扯着儿子读书，儿子争气，19岁考上大学，23岁毕业去了上海发展。蓝玉离不开养育他的大山，说啥不愿到城市生活。儿子无奈，只好年年多寄钱，也让母亲安享晚年。但是蓝玉闲不住，告诉儿子不要总给他寄钱。大山中到处是宝，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这是1998年的秋天，蓝玉和大伙儿到核桃沟捡核桃。这里的沟川中生长着很多山核桃树，为了多捡核桃，蓝玉独自离开人群，到沟川的里头。这里核桃树很多，因为偏僻，所以来捡的人很少。蓝玉正捡得来劲儿时，忽然旁边传来人们的一阵惊呼。抬头一看，一头比人还高的大熊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咆哮着向人群扑去。捡核桃的人一边尖叫着，一边迅速地聚拢一起，纷纷挥动着手中的镰刀，齐声呼喊。这是山里人早就商量好的防御猛兽侵害的办法，屡试不爽。因为猛兽最怕人多势众。大熊张牙舞爪地对着众人咆哮了一阵后，放弃攻击，掉头向着沟里走来。蓝玉躲避不及，立刻被跑来的熊发现了。熊咆哮一声，几个纵跃窜到蓝玉身边，嗷的一声人力而起，挥舞双爪向着蓝玉抓去。瘦弱的蓝玉躲避不及，被熊一掌拍倒在地。众人急忙呼喊着赶来救蓝玉，但是熊毫不在乎，他似乎对人类有无限的仇怨，张开血盆大口，流淌着白色的咸水沫子，呲着白森森的尖牙，向着蓝玉的脸庞咬去。完了，蓝玉完了！许多人吓得闭上了眼睛。人们知道抢救蓝玉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依然哭喊着向前救援。可是正对着蓝玉的脑袋的熊忽然停止了动作，他忽然愣怔了一刹，然后两只前掌轻轻地捧起蓝玉的脑袋，用力地嗅闻着，瞪着漆黑的小眼睛凑近观察着。几乎吓昏过去的蓝玉此时也睁开眼睛，看着凶神恶煞的熊，不知他要如何对待自己。但是他不想让熊咬自己的脑袋，舔自己的脸，因而他挣扎着努力转过脸去。前来抢救他的人们被这一幕惊呆了，他们害怕激怒熊，再不敢喧哗，就这么看着熊，看着挣扎的蓝玉，干着急。
但是熊偏不让蓝玉扭过脸去，他用熊掌轻轻把蓝玉反转过来，让他面对自己，好像就是要舔他的脸一样。蓝玉挣扎不过，吓得呜呜大哭起来。人们再不敢怠慢，齐声呼喊着跑过来要殴打熊。熊再一次对着众人咆哮一声，然后轻轻抱起蓝玉，向着远处蹒跚走去。人们吓懵了，蓝玉更是吓懵了。人们继续追赶，熊轻轻地抱着蓝玉，慢慢地扭扭哒哒地走着，不时地回头冲着追赶的人咆哮一声。不一会儿，熊把蓝玉放到一块大石头上，不断地在他身上嗅闻着，观察着，最后好像高兴一样，一会儿四脚落地围着蓝玉转，一会儿人力而起，手舞足蹈。蓝玉看着熊的动作很熟悉，也从紧张中逐渐缓过神儿来。他奇怪地看着这头大熊，越看越眼熟。忽然他看到了大熊的左胁下的胸腹间有一块熟悉的伤疤，伤疤上没有长毛发，立刻惊呼一声：二黑，你是二黑！大熊听了蓝玉的呼喊，立刻停止了转动，嗷嗷地狂叫了3声，好像说是是是。蓝玉再也不害怕了，他忽地从石头上坐起来，凑近大熊，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大熊左胁下那块小碗口大的伤疤。熊居然老老实实地让他抚摸，并且口中轻轻地像狗一样温顺地哼哼着。蓝玉看真切了，大声呼喊着：二黑，你居然长这么大了，你居然就住在核桃沟！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救援他的人全都愣在了当场。为了供着儿子读大学，蓝玉曾经到镇上一家养熊取胆的专业户家做饲养员。那家养熊户养着10几只大熊，这些森林力士被关在铁笼子里，身上穿着铁皮马甲。那些曾经横行森林的熊每天都生不如死，不断地发出声声痛苦的哀嚎，有时哀嚎着疯狂地撞击铁笼，或者2掌抓着铁筋用力摇撼，很想逃走。蓝玉很想辞职不干了，但是乡下工作难找，况且这份工作待遇不低，何况儿子急等用钱。他也曾经天真的想解救这些熊，这是一条条命呀。但是老饲养员告诉他，即使你砸锅卖铁也救不出一只熊。蓝玉彻底泄气了，他唯有尽心尽力地喂养它们，把笼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一边干一边轻声细语地和它们说话，给它们唱歌。令人奇怪的是，只有蓝玉在时，熊们才感觉到痛苦差一些，因而安静一些，很少有哀嚎和咆哮之声。连老板也佩服蓝玉。1年后，一头刚满3岁的黑熊被关进了铁笼，并且很快被做了活切窗口插进取胆胶皮管子的手术。因为这头小熊的个头仅次于另一头小熊，所以蓝玉叫它二黑。当做完手术的大黑二黑被窗口疼得日夜哀嚎时，只有蓝玉来照顾时，他们才会安静下来。不久，二黑的窗口感染，顺着插胶皮管子的窗口整日流脓流血，气味恶臭。二黑因为伤口发炎严重，很快消瘦下来，不久就羸弱不堪。这下子愁坏了老板，胆汁没取多少，二黑竟然要完蛋了，看样子很难抢救过来了。可是又瘦又小的二黑熊胆烂了，浑身无肉，熊掌又瘦又小，根本不值钱，如果死了就是一个亏本。蓝玉打定主意要抢救二黑，于是对老板说，把二黑处理给我吧，反正也不值钱，就用我的工资顶吧。大家都劝蓝玉别干傻事，这二黑就不活了，你用工资顶，你儿子的学费咋办？老板恨不得有人接锅，但又舍不得蓝玉这手活，于是假惺惺地说，算你捡个便宜，就用你1个月的工资顶了。如果你能养好它，我立刻用市场价收回来，大伙作证，你蓝玉可以大赚一笔。但他心中却笑，他是个傻娘们儿。蓝玉从此辞去工作，回家一边侍弄庄稼，一边精心治疗二黑。他把土方和西药交替用，很快二黑的窗口不再流脓，并渐渐封口。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二黑的食量也渐渐大起来，不久能够走路了，还能像狗一样跟着蓝玉颠颠地跑。只是那左胁下的窗口，请兽医剜掉那些烂肉后，长成了一个小碗口大的疤。二黑恢复得很快，
蓝玉心中评估着，现在二黑的个头肯定超过了大黑，如果卖给熊场老板，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蓝玉缺钱呀。但是熊场中所有熊的痛苦令蓝玉念念不忘。某天，他抚摸着站起来比他还高的二黑说：二黑，你太能吃了，我养不起你了，我送你进山吧。不过你千万不能祸害人，你要是敢祸害人，我可找你算账。蓝玉不知道，熊场的折磨已经让二黑对人产生了刻骨的仇恨，除了蓝玉这个恩人。蓝玉把二黑送到深山密林后，很有些依依不舍。二黑则口中嗷嗷叫着，不断地在他面前一会儿两脚站立，一会儿四脚着地，站起趴倒多少次，好像远游的儿女在给父母磕头。蓝玉记住了二黑这些奇怪的动作。后来蓝玉到城里打工去了3年，二黑曾经回家看望过蓝玉多次，可惜一次也没有见着。于是二黑也渐渐不再回去了，所以蓝玉从城中回来也再没有见到二黑。这次捡核桃是蓝玉有惊无险的和二黑的巧遇。猎人说熊再凶也知道谁是恩人，